家好，欢迎来到快乐手工。刚开始拍视频的时候，我有一段时间分享过很多款的帽子哈，到现在为止那些视频的流量还是挺高的，因为大家其实都想自己做帽子，老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来问我。最初之前拍那个视频，这几个视频其实我自己都不是很满意，原因呢是因为帽子图形啊、图纸哈，它要分享出来其实是有很多难点的，因为帽子基本上都是那种弧线，那每个人画弧线呢都不一样啊，因为这需要很多点来确定弧线的弧度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我那时候的图纸就是说颜色相同的线，是缝在一起的，就没有交代清楚。刚开始拍视频，我跟你说，我看到那镜头我都磕巴。现实生活当中，其实我挺平的这人，所以就不是很满意。那还有一件事情是为什么？就我这人的脸型比较大，不是所有的帽子我都戴的好看的，就帽檐大的还行，帽檐小的吧，戴的就差意思。我怕我做出来砰一戴，把你们给吓到，知道吧？其实做帽子啊，比做包简单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想做包的话，上面有很多口袋，还有那个带拉链，这些工艺就是还是比较复杂的。做帽子是没有的嘛，他就把它卷光，完了以后缝上就好了。还有一点呢，就做帽子用的面料呢，它不多。咱们手工当中，比方说1米面料或者做衣服剩下来不是0.5宽的面料，那做顶帽子那就肯定是够了。还有就是旧的大衣，是吧？如果下摆那一块很大一块，去做帽子，做那种鸭舌帽啊，那种帽子，比如文艺范儿的那种帽子，其实用不了多少面料。我觉得哈，新手朋友做帽子可能会遇到2个瓶颈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就是帽檐硬挺的问题，那就烫蹭哈。这顶凉帽，我的帽檐呢用到的是一个树枝蹭，外加180克铺棉，然后再加刃线。这个硬挺度呢，我觉得夏天去遮个阳呢是没有问题，这硬挺度就够了。那如果你们家里面没有树枝蹭或者是铺棉这些东西，那要做出这样硬挺的帽檐，而且手边当中有很多材料呢，我们是可以利用的。比如呢，那个旧衣服哈，这是我女儿的一件皮肤衣，这个帽檐的这块呢，就是能拆下来就能用，因为它很硬嘛。还有孩子在做手工的时候，经常会有那个 PVC 板。那种就是薄的，5毫米左右的那种 PVC 板呢，也是可以用的。有朋友问我哈，做这顶帽子的时候有留言说，啊，你家为什么没有这个树枝蹭？那橱窗里没有，因为这树枝蹭啊本儿实在太大了，我呢实在也囤不起。那第2个瓶颈呢，可能就是帽子的图纸问题了。我分享的图纸就是我的头围尺寸，我的头围尺寸是55，但是我做帽子的时候呢，会有这样子的自用贴作为一个调节扣哈。帽子有时候我让我妈先试，如果她觉得合适，她留着就用了。但是我妈的头围只有48，她的脸小，我妈戴帽子比我戴的帽子好看。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样子的调节扣，还有像这儿装上一个皮筋，就是买来的帽子哈，这种呢都是调节头围的一个方法。通过这2年啊拍视频的经验哈，我现在呢还是想挑战一下制作帽子的视频。希望这一次呢能够拍明白，分享出对大家有用的视频哈。不说特别拍得好，反正可能有时候也不尽如人意哈，大家多包涵。这期视频内容呢就是这些了，感谢您啊花宝贵的时间来看我说话哈，记得要帮忙点赞，咱们下期再见。